你以为古代皇帝天天在龙椅上是在享清福吗？其实啊，他们每天一睁眼都是在和死神玩躲猫猫。普通人出门最多丢个手机，但是皇帝出门那是要丢脑袋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代皇帝怎么防刺客。你别看皇帝坐龙椅穿龙袍，满朝文武跪一地，好像天下都是他的。实际上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不是想今天吃什么，而是想今天谁想弄死我。外面有刺客，宫里有太监，后宫有妃嫔，前朝有大臣，家里还有一群兄弟儿子。普通人过日子叫生活，皇帝过日子叫排雷。你以为皇帝每天上朝是去开会吗？错，他是去参加一场大型真人狼人杀。台下全是臣子，背后全是亲戚，旁边还有太监，谁是预言家不知道，谁是狼人也不知道。古代皇帝理论上拥有天下最强安保系统，宫门、禁军、侍卫、宦官、特务，堪称古代版超级 VIP 安保套餐。但问题是，真正能要皇帝命的人，往往不是墙外翻进来的刺客，而是墙里坐着吃饭的亲戚、儿子、兄弟、老婆、太监和贴身人。这就是为什么皇帝防刺客，本质上不是防一个人拿刀冲进来，而是防整个权力系统内部失控。既然要防刺客，咱们就得先来看看历史上那些最著名的刺杀现场到底是怎么把皇帝们逼出精神分裂的。咱们先聊聊最早的安保漏洞，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大家都听过。这事儿直接告诉了后世所有皇帝一个真理，那就是 VIP 通道往往最危险。秦王政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谨慎，接见燕国使者的时候，要求对方必须献上督亢地图，还要带上叛将樊於期的头颅。这流程搁到现在，相当于过了好几轮政审，看似正规，得挑不出毛病。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正规流程里。荆轲这个刺客不是从后门翻墙进来的，他是拿着官方认证的外交材料，走着国家顶级礼仪流程，堂堂正正从大门走上来的。这就好比现在的黑客，不是从外面强攻你的防火墙，而是直接拿着你亲手发的管理员账号和密码登录了。《史记·刺客列传》里记载，荆轲在大殿上把地图慢慢展开，图穷而匕首见。秦王当场吓得魂飞魄散，想拔剑，结果剑太长，卡在剑鞘里拔不出来，只能抓着衣服绕着大殿上的柱子疯狂跑酷。这时候最搞笑的是什么？大殿上明明站着满朝文武，却全都在干瞪眼。因为按照大秦律法，大臣上殿绝对不能带任何兵器，而有武器的武装侍卫都必须在殿下待命，没有皇帝的诏令，谁也不敢上来。结果这严格的制度在这一刻变成了刺客的保护伞，全场文武百官就像看体育直播一样，看着皇帝在前面跑，刺客在后面追。最后还是个当医生的夏无居反应快，拿起手里的药囊狠狠砸向荆轲。秦王这才缓过神来，把剑背到后面拔出来，完成了反杀。秦王这次挨揍，相当于给后世皇帝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安保课，他暴露了制度的巨大漏洞。第一，越是正式的接见，大家越容易放松警惕。第二，殿上不准带兵器，本意是保护皇帝，紧急时反而限制了救驾的力量。第三，皇帝身边最能救命的人，往往不是平日里吹牛的将军，
可能是一个关键时刻砸包治百病的医生。所以说，不要迷信什么绝对安全的流程，流程一旦被敌人摸透并利用，那就叫官方认证的刺杀通道。既然走固定流程容易被刺客摸清规律，那皇帝们一琢磨，干脆把自己的行踪变成一个移动的盲盒。于是防刺客的第二招应运而生，那就是让皇帝变成一个移动谜题。秦始皇大难不死之后，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绝对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具体在哪里。后来他巡游天下的时候，那安保级别简直高到离谱，车架极其庞大，出行路线严格保密，队伍分了好几层，前后都有密密麻麻的护卫。最绝的是，他安排了大量一模一样的真假车架和仪仗来迷惑视线。张良在博浪沙刺秦就是个典型案例。张良为了给韩国复仇，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大力士，抱着120斤的大铁锥，在博浪沙埋伏秦始皇的车队。当时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去，大力士看准了其中一辆最豪华最气派的车，上去就是一锤子，直接把车砸了个稀巴烂。张良以为这下立了大功，结果后来一查，砸中的是副车，秦始皇在旁边另一辆不起眼的车里正看戏呢。这就是皇帝安保的第二层逻辑，你不知道我在哪辆车里，你就杀不到我。防刺客不是靠我和你硬拼武力，而是靠让你猜不准。秦始皇这套操作就像今天的大牌明星，在机场走 VIP 通道，前面放几个壮汉保镖，旁边安排几个助理，粉丝和代拍围得水泄不通。结果你最后发现，正主早从地下车库坐破面包车溜了。刺客最怕的不是你保安多，而是你的目标变成了盲盒，开错了就要命。所以说，古代皇帝的安全从来不只是个军事问题，它是个高级的信息管理问题。谁知道皇帝今天的行军路线？谁知道皇帝的起居时间？谁知道皇帝今天晚上在哪个宫殿睡觉？谁就掌握了刺杀的机会。皇帝越到后面越搞神秘感，不只是为了摆谱和彰显天威，那纯粹是出于强烈的生存需要。不仅在外面要搞移动盲盒，皇帝回到自己家里也把房子设计成了让人头晕目眩的套娃系统。这就来到了防刺客的第三招，宫门层层套娃。你要明白，皇宫从来不是单纯为了给皇帝住的豪宅，它本质上是一台巨大的冰冷的人流过滤机器。从外城到皇城，从宫门到殿门，从前朝到后宫，你每进一层，你的身份就会被疯狂筛查一次。拿明清紫禁城来说，占地大约72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多间。你以为地方大是为了显得皇上家里有矿吗？那都是为了拉长防御纵深。按照明清的宫廷制度，外面的大臣是绝对不能随便进内廷的，所有的武器在进第一道宫门的时候就得全部卸下。内侍、宫女、侍卫，每个人都有自己严格的活动范围，谁要是走错了一步，迎接他的就是乱棍打死。这种看似极其繁琐，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的规矩，用现代互联网公司的术语来说，就叫权限管理和账号风控。皇宫早就把这套玩明白了，你是什么身份，对应的就是什么级别的账号，能进哪一层门，就决定了你有没有机会靠近核心的服务器，也就是皇帝本人。紫禁城绝对不是北京城里的
一套大平层，它是古代版的超级防火墙。你从午门进去，以为自己离皇帝很近了，别急，前面还有一堆大门，一堆规矩和一堆人脸识别。只不过那时候的人脸识别不是靠手机摄像头，而是靠老太监和御前侍卫那双恨不得把你看穿的眼睛。皇宫的核心功能根本不是豪华，而是隔离。皇帝越尊贵，他就越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这就是安全的代价。他们主动把自己关在了一座由自己亲手设计、全天下最奢华的高级笼子里。为了让这台巨大的过滤机器正常运转，皇帝还得在身边安插最听话的看门狗。于是就有了防刺客的第4招：禁军、御林军和亲军卫。皇帝必须亲手养一支只听自己命令的王牌队伍。不管是汉朝的羽林军、唐朝的牵牛卫、金吾卫，还是明朝的锦衣卫，这些组织本质上都是围绕着皇帝的个人安全和皇权控制建立的武装力量。禁军一般负责卫戍首都和宫廷，是明面上的安保力量。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觉得光有明面上的保安还不够，于是设立了精卫上职12位。这里面最臭名昭著也最厉害的就是锦衣卫。最初的锦衣卫其实就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专门负责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顺便在皇帝出门时当个仪仗队。但朱元璋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很快发现光能拦住眼前的刀太被动了，你得提前知道谁在家里磨刀。于是锦衣卫被赋予了巡查、缉捕和越过常规司法程序直接审讯的特权。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他又觉得锦衣卫是外臣，不够贴心，于是又设立了由太监总管的东厂，后来甚至还发展出了西厂和大内密探。这特务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像层层叠叠的蜘蛛网。皇帝一看，光有保安在门口站岗放哨真的不行，还得掌握第一手的情报。普通保安只能在刺客拔刀的那一秒冲上去挡枪，而特务机构能在刺客还在酒馆里和同伙吹牛的时候就把他连根拔起。所以锦衣卫、东厂、西厂这套东西，说白了就是皇帝的安全焦虑症，直接长成了庞大的国家组织架构。皇帝最怕的从来不是刺客已经冲到面前，而是刺客背后有庞大的政治组织，有派系，有内鬼。因此安保做着做着，最后全都变成了情报战和心理战。刺客手里的刀只是致命的最后1秒，真正危险的是前面3个月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在准备这把刀。然而这套密不透风的安保系统防得住外面的江湖游侠，防得住前朝的乱臣贼子，却防不住每天给自己铺床叠被的人。这就进到了我们今天故事最讽刺的部分，防外人容易，防身边人最难。大名鼎鼎的嘉靖皇帝，那可是玩弄权术的顶级高手，防大臣、防外敌、防刺客，一辈子把朝廷上下玩弄于股掌之间。结果呢，他差点在自己睡觉的龙榻上被几个10几岁的弱女子用一根绳子给活活勒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发生在嘉靖21年。当时杨金英、王宁嫔等10几名宫女实在是受够了嘉靖皇帝为了修道炼丹对他们进行的残酷虐待。在西苑仁寿宫里，趁着嘉靖皇帝熟睡的时候，这群宫女一拥而上，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开始用力勒。要不是因为他们太紧张，
把绳子打成了死结，再加上有宫女临时变卦去告密，嘉靖皇帝当晚就直接羽化登仙了。这件事之所以轰动，是因为故宫博物院的宫廷历史介绍里都把它列为围绕皇权安危展开的最严重事件之一。这事儿简直把封建皇帝的安保系统打得体无完肤。宫女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不是江湖上的刺客集团，更不是敌国派来的高级间谍，他们只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但他们拥有全天下刺客梦寐以求的特权，那就是能够接近皇帝最脆弱、最没有防备的时刻——睡觉。皇帝再厉害，法术再高强，睡着了也就是个普通肉体凡胎。嘉靖天天迷信方术，把后宫搞得像个人间地狱，最终爆发出这种极端反噬，只能说是自作自受。皇帝天天在外面防刺客，结果刺客没翻墙，刺客每天在给他铺床。你说这种安保你怎么防？你总不能连晚上睡觉也开个直播，让锦衣卫在弹幕里刷保护吧？人淫宫变无情地说明了一个严酷的问题：皇帝身边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变成安保系统的绝对盲区。宫女、宦官、妃嫔、进士，这些人因为没有政治身份，在传统意义上不被视为敌人，所以制度对他们的怀疑和防范往往严重不足。但历史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脸，真正能靠近你喉咙，给你致命一击的人，往往不是门外的千军万马，而是那个天天给你端茶递水、低眉顺眼的枕边人。如果说身边伺候的仆人是安保盲区，那么和皇帝流着相同血脉的亲戚，那就是系统里自带的终极木马，亲戚才是终极刺客。我们常说的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武德9年，地点就在长安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秦王李世民在这里亲手射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他的部下杀死了亲弟弟李元吉，随后逼迫亲爹李渊交出权力。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场伏击战，但本质上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刺客暗杀，这是皇家内部的权力决赛，是一场血淋淋的皇家内部团战。皇帝可以通过层层门禁，让外人连宫门的边都摸不到，但皇子、亲王、太子，他们本身就拥有高贵的政治身份、庞大的军事资源和合法的出入权限。你防一个普通的刺客，你只需要仔细检查他身上有没有藏刀就行了。但你要防一个手握兵权的亲王，你需要的不是多加几个保安，而是要重构整个国家的权力分配和利益结构。外人想杀皇帝，那在法律上叫刺客，抓到要诛九族；亲戚想杀皇帝，在历史上那叫政变，成功了就是顺应天命。外人搞刺杀只能拿把小匕首，亲戚搞刺杀直接动用军队。外人失败了，是人人唾骂的乱臣贼子；亲戚成功了，那就叫开创贞观盛世。历史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现实，胜者王侯，败者贼。皇帝最恐惧的安全威胁，从来不是来自陌生人的暴力，而是这种带有合法身份的暴力。太子、亲王、皇后、太后、外戚，他们不是偷偷混进皇宫系统的人，他们本来就是这个系统的初创团队和高级管理员。系统不仅给了他们钥匙，还给了他们极高的权限，结果他们反过来拿着钥匙开门进来，取你的狗命。而让这些骨肉至亲彻底变成索命恶鬼的，
往往不是什么血海深仇，而是那张全天下最诱人的椅子和他的继承权。继承权才是真正的终极凶器。秦始皇当年死在巡游的路上，随后就发生了震惊历史的沙丘之变。赵高、李斯和公子胡亥围绕着始皇帝的遗诏和继承权做了一个弥天大局，最终逼死了远在边疆的公子扶苏，扶持了败家子胡亥上位。沙丘之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谁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拿刀去刺杀他，而在于皇帝咽气的那一刻。谁能控制信息的传递，谁能伪造遗诏，谁能掌控继承权的解释权。这就好比你在电脑前设置了无数道安全防护，结果你前脚一走，别人直接把你硬盘拔下来，重新写了一个操作系统。咱们再把目光转向明朝著名的挺机案。万历43年，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一根简陋的木棍，竟然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试图袭击太子。这个案子在历史上听起来荒诞透顶，一个人拿着根烧火棍就能闯入大内刺杀太子，这安保水平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连低配版的刺客都算不上，装备严重不合格。但他真正可怕的地方绝对不在于张差手里那根木棍有多粗，而在于这根木棍背后折射出的政治阴影。当时朝廷里正为了国本之争吵得不可开交，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为太子，却长期拖延，不肯确立长子朱常洛的地位。这个案子就像一根带泥的木棍，一下子把明朝宫廷最肮脏、最脆弱的继承权争夺战给捅到了大庭广众之下。真正的凶器从来不是张差手里那根木棍，而是万历皇帝几十年都不肯好好解决的继承权焦虑。木棍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道具，继承权本身才是最具杀伤性的核武器。皇帝的安保系统可以帮你挡住天下所有的神兵利器，但它永远挡不住继承权带来的权力焦虑。只要皇位的继承序列一天不明确，所有的亲戚在系统里就像是自动开启了红明打怪模式。太子害怕自己随时被废掉，皇子觉得老爸偏心自己没机会，妃嫔为了儿子的前途只能孤注一掷，外戚害怕站错队满门抄斩，大臣们则在疯狂压注。在这种窒息的氛围下，刺客和谋杀只是最终结出的恶果，其根源在于制度本身留下的致命漏洞。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皇帝为了绝对安全建立起庞大的机器，可为什么越防反而越危险呢？因为安保系统本身最终也会变成对皇帝最大的威胁。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安保悖论。皇帝为了防外面的刺客，设置了禁军，设置了禁军之后，又害怕禁军统帅手握重兵要造反，于是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去监督军队。信了太监之后，又发现太监权力太大，封锁消息，于是又设置了特务机构和密探去监控太监和大臣。接着为了防止特务机构一家独大，又搞了多个特务机构互相监视，狗咬狗。结果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复杂，而皇帝本人也在这套系统里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像个瞎子和聋子。明朝从锦衣卫到东厂、西厂，就是最典型的安全焦虑症被制度化的产物。这套特务系统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让皇权稳如泰山，但
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他自己就会变成一头制造恐惧的巨兽，反过来吞噬主人。还有，不得不提一下历史上那桩千古悬案，宋太祖赵匡胤的烛影斧声。开宝9年11月的一个雪夜，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他的弟弟赵光义随后在极其诡异的情况下继承了皇位。后世围绕着那一晚的烛光投影和祝福落地的声音，产生了无数关于弟弟弑兄夺位的阴谋论。这件事情在正史上虽然没有定论，我们不能直接说就是赵光义杀了哥哥，但它完美地构成了古代皇帝最害怕的历史想象。不是外面的刺客拿着刀冲进来，而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在摇曳的灯光下，在没有任何外人和保安在场的时候，你最信任、离你最近的亲弟弟，彻底改变了整个皇位的走向。皇帝最尴尬、最绝望的地方就在这，你费尽心机把全天下所有的坏人都挡在了宫门外面，结果回过头来发现屋子里只剩下了你自己人。可历史无数次血淋淋地证明，往往是自己人下手的时候最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最清楚该往哪儿捅。所以古代皇帝防刺客，防到最后，防的已经不是刺客了，而是人性，是继承权，是权力分配，是身边人为什么会从伺候你变成想弄死你。宫门可以枷锁，禁军可以换岗，锦衣卫可以监听，东厂西厂可以满世界抓人，可亲戚怎么防，儿子怎么防，兄弟怎么防，睡在身边的人怎么防。皇帝坐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上，也坐在天下最危险的位置上。防得住人，防不住亲戚；防得住刀，防不住心。所以下次再看宫廷剧，别光看谁穿得好看，你得看谁离皇帝最近，离得越近，越可能是历史给他安排的最后一刀。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再会。